中国的微型航母作用真是训练部队如何抵御无人机群吗？这个思维方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一个网站呢叫 Warzone 战争地带嘛，最近呢有点后知后觉，他们发现中国好像搞了一艘微型航母。至于说为什么后知后觉，因为珠海航展上这个所谓微型航母的模型就展出过，而且和它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展台上的东西，我们前几天呢也聊过，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出现的那个75米长，在轨道上跑的类似两栖攻击舰的家伙。美国人看到这个所谓的微型航母啊，上面有几架无人机、无人直升机，而且还是这个纵列双桨的，就做了个判断。这个平台呢和无人机呢，他们认为是用来训练解放军部队如何防御无人机蜂群的。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分析人员认为这个平台加无人机具有进攻性。这篇报道加上最近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表现，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无人机群浩浩荡荡发起进攻的模样。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基本都在说这艘船的攻击能力可能到如何如何。这些文章里边呢，有一个是出自号称某某战略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这么一个野生智库的文章，写的尤其是天花乱坠，到了反制的程度。说中国这个微型航母有7大优势，比如可以有效的指挥各类自杀式无人机，一个无人机被击落了，可以10架、100架无人机瞬间扑向目标，这就是蜂群了。他以为数量多就是蜂群了，他忘了这艘船上只能装5个，而且还是低速的纵列双桨无人机，哪来的突防能力？他还说船上有高带宽的通讯系统，利用这个系统，我方可以用2000架攻击无人机同时发起攻击。这就是胡乱堆砌数字了，大概是把那个城市上空经过编程之后能够飞起来组织灯光表演的那种表演无人机，跟军用的攻击无人机当成了一回事儿。这2种无人机对信息、对控制要求，它能一样吗？所以他就以为有一个高带宽通讯设备就能指挥这么多无人机了，而且这种高带宽通讯设备怎么解决距离问题的？真要是飞得远了，还得上卫星通讯呢。然后他又讲说，无人机一旦失去信号，就是一堆死铁，不是乱动就是不动。看到这儿呢，我就明白了，这个作者果然是把军用无人攻击机理解成了表演无人机。实际上，连国内本科生参加比赛做的无人机都要求在无控制信号条件下实现对目标的自主搜索和自主攻击。谁说没有信号就会乱动？最后他还讲，这种小型无人机航母可以跟航母编队一起出动配合，前出干扰敌方海上空中目标，攻击对方岸上目标，瘫痪对方防空系统，为后续军舰打击敌方目标扫平障碍。他也不想想这个小船它的航速和航程能有多少，它的身板能在多大风浪里航行。所以这个所谓的网络空间研究所的文章，我又翻了几篇，发现每一篇都挺摧残智力的。其实呢，这些报道统一特点是顺着美国人的推测去说了。美国人说这是无人机用于攻击的，他们就想着按照攻击的路数去讲。但是这些报道全都忽略了这个平台里边最关键的要素。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研制机构相关的介绍文字，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微型航母是干什么的。正式的介绍文字说的是，该系统以无人水面舰艇平台为基础，加装各种电磁散射特性模拟设备、电磁辐射特性设备，以及红外光电特性模拟设备和电磁干扰威胁环境模拟系统等等，在综合控制系统指挥下开展多平台和设备的协同工作，完整再现水面舰艇或编队在作战过程中的对抗行动，检验红方参训部队及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成功寻找打击水面舰艇编队的有效方法，提升反舰作战打击效能。说白了，这是一个带有丰富的干扰手段的高科技靶子，不是让解放军训练防御无人机的，是让解放军训练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如何开展反舰进攻的。而且我们再看看这个研究单位是干什么的，这个研究所是搞光电电子对抗的，根本就不是搞蜂群无人机攻击无人机的研究所。至于那5架直升机，肥嘟嘟的，带的都是电子设备，用来模拟对方舰艇编队的空中活动，
也有可能是作为信号源或者干扰源，在空中通过不断的变换位置发射信号，就可以虚拟出一个大型目标的位置，进行电子欺骗用的。与之类似，现在很多防空系统都有这样的电子干扰手段，就是用几个假的干扰源、发射源用来欺骗对方的反辐射导弹，把对方的导弹引到一个空地上去。其实呢，光是看这个船型，我们也应该能够反应过来，这种船型其实跟海上常用的靶船就比较类似，根本是不能远航的。美国人一开始把它作为模拟进攻手段，可能就是方向判断错了。所以，如果我们再有人幻想什么这个小东西能跟航母编队一起配合作战，还能前出，那您还不如拿个绳子把咱们的航母拴在自家门口得了。好。关于这艘所谓的微型航母，到底谁看错了？到底为什么错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